晚上好，各位朋友。今夜没有阴谋，没有宫斗，没有那些让人压抑的权术。今夜只有烈酒，只有长刀，只有一腔滚烫的热血，和一曲响彻了2000年的青春战歌。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大汉的天际，用短短24载的人生，照亮了整个华夏文明史。他的名字叫做霍去病。你记住他，是因为他17岁封侯，19岁收复河西，21岁封狼居胥。然后他死了，24岁戛然而止。他的一生没有暮年，没有衰老，没有一句废话，只有纯粹到极致的胜利。这就是今夜的故事。一个把整个匈奴帝国当成新手村来打的少年，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让你选一个历史人物陪你并肩作战，你会选谁？在故事的最后，我会给你答案。先别划走，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把这些沉睡的英雄喊醒，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前140年的长安。那时的长安富庶安宁，却透着一股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憋屈。北方的匈奴铁骑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和亲纳贡是大汉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就在这一年，长安城最显赫的府邸之一，平阳侯府的后院马厩旁，一个卑微的女奴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婴儿没有父亲，或者说他的父亲一个叫霍仲儒的小吏不敢承认他，这是一个私生子。在那个讲究出身的时代，这个身份几乎等于一个烙在脸上的耻辱印记。他的人生轨迹大概率就是和他母亲一样，在侯府里做一个奴仆，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尘埃里。可是命运开了个玩笑，金风未动蝉先绝，转机来自他的姨母卫子夫。她是平阳侯府的歌女，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刚刚登基不久的汉武帝刘彻来到了平阳侯府。宴席上，卫子夫一舞倾城，那一眼便是万年。他进了皇宫，他的弟弟卫青，一个曾经的马奴，成了大将军，在漠南给了匈奴人第一记重拳。而那个在马厩旁出生的私生子也跟着沾了光，被接进了皇宫。从此长安城少了一个可能碌碌无为的奴仆，多了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这就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转得如此不讲道理，如此猝不及防。镜头切换到皇宫的建章宫，这是整个大汉帝国的心脏。霍去病就在这个心脏里野蛮生长。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外甥，可能因为他长得俊朗，可能因为他身上那股野性。但很快汉武帝就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别的王孙公子在太学里背诵《诗经》《尚书》，霍去病呢，他对那些竹简毫无兴趣，他唯一的爱好是骑马射箭。在上林苑里，你经常能看到一个少年骑着最快的马，用着最硬的弓，像一阵风追逐麋鹿和野狼。他的骑术比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还要精湛，他的剑法百步穿杨。汉武帝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决定亲自调教这块璞玉。他把霍去病叫到身边，拿出孙子吴起的兵法，想教他排兵布阵的正统之学。汉武帝语重心长地说：“去病啊，光会骑射不够，你得学这些兵法，才能成为真正的将才。”然而霍去病的回答让这位不可一世的皇帝都愣住了。少年昂着头，眼神清澈而骄傲，没有一丝胆怯。他说：“故方略何如耳，不治学古兵法。”翻译过来就是打仗看具体情况制定方略就行了，没必要学那些死板的古代兵法。你敢信吗？一个10几岁的少年敢对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皇帝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他竟然觉得孙子吴起是死的。这是一种何等的狂傲，这是一种天纵奇才才有的对战争本质的直觉性洞察。在他看来，战场不是棋盘，不是可以推演的沙盘，战场是流动的，是瞬息万变的。抱着几千年前的条条框框去打仗，那是书呆子。真正的将才靠的是临场应变，是直觉，是野兽般的战斗本能。汉武帝没有生气，他看着眼前这个眼神如火的少年，仿佛看到了
年轻时的自己。他放下了竹简，哈哈大笑。他知道这头小豹子不需要再关在笼子里了，它需要的是一片真正的草原。那片草原就在北方。公元前123年，17岁的霍去病被任命为票摇校尉。他没有经过任何基层锻炼，没有当过一天小兵。他的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是直接空降到他舅舅卫青的大将军帐下，成为一名高级军官。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皇帝给自己外甥安排的一次镀金之旅，去战场上逛一圈，混点军功。没有人知道，他们即将见证的是一颗将星的升起，一颗亮到足以刺瞎整个匈奴帝国的将星。长安的风吹起少年额前的发，他握紧了腰间的环手刀，他的眼睛望向那片从未踏足过的北方大漠，属于他的时代来了。汉武帝发动了第2次漠南之战，大将军卫青率10万大军兵出定襄。在旌旗蔽日的钢铁洪流中，有一个小小的单位显得格格不入霍去病的800骁骑。这800人是汉武帝亲手挑选的羽林军，是大汉军中最精锐的骑射高手，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的勇士。所有人都以为霍去病会乖乖跟在卫青的中军大帐旁边当个参谋，但霍去病不是来学习的，他是来狩猎的。大军进入茫茫漠南草原，没有道路，没有城池，只有无边无际的枯草和变幻莫测的风沙。卫青的战术很稳健，10万大军步步为营，但霍去病觉得太慢了，慢就意味着给了敌人逃跑的时间。在一个夜晚，当大军安营扎寨时，霍去病做出了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脱离主力，带着他的800骁骑，像一把手术刀切进草原深处，去寻找匈奴人的心脏。这个决定无异于自杀。800人在几十万匈奴人游弋的草原上，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一旦被包围，连尸骨都剩不下。卫青劝他，其他将军嘲笑他不知天高地厚，霍去病只说了一句话：兵贵神速。说完，他翻身上马，带着那800个同样眼神如火的年轻人，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从那一刻起，他们成了一支幽灵部队。请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800匹快马在广袤草原上狂奔，没有粮草辎重，每个人只带着几天干粮和一壶水。饿了吃肉，渴了喝马奶，甚至不在夜晚停下休息，累了就在马背上打个盹儿。这是典型的闪电战雏形。他们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兴奋，就像一群挣脱了牢笼的狼。霍去病的目标不是打扫战场，不是纠缠小股部队，他要找的是匈奴的王庭，是那些戴着金冠的匈奴贵族。他像一个最有经验的猎人，通过观察马粪的新旧、草地的踩踏痕迹，甚至空气中残留的气味，来判断匈奴主力的动向。几天后，他们找到了在一个隐秘的山谷里，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匈奴营帐。那是单于的叔父辈们一群地位极高但早已没了战斗意志的老王爷的驻地。换做任何一个正常的将军，此时应该立刻回报主力请求合围。但霍去病不是正常将军，他的字典里没有等待2个字。看着远处的营帐，他眼神里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他转过头，对着身后那800个同样渴望战斗的兄弟，只说了1个字：冲！800汉军骑兵像一道黑色闪电从山坡上直冲而下。那一刻，正在营帐里喝酒吃肉的匈奴人彻底懵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这远离边塞几百里的草原腹地，会凭空出现一支汉军。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降维打击，一边是蓄势已久的精锐杀手，一边是毫无防备的肥羊。霍去病一马当先，长枪像毒龙出动，所到之处人仰马翻。那不是战斗，那是屠宰。800汉军冲进数万人的营地，像滚烫的刀子切进黄油。匈奴人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霍去病无视普通士兵，他的眼睛只盯着穿着华丽皮袍的大鱼。他一枪挑杀了单于的叔祖傅若侯产，又纵马追上正在逃跑的单于的叔父罗孤比，一箭射中其后心，生擒活捉。整场战斗持续不到2个时辰，
800骁骑毫发无伤，斩首虏2028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副行疾若侯产，生捕继父罗孤比，斩杀和俘虏敌军超过2000人，其中包括单于的亲爷爷和亲叔叔。这是一个17岁的少年在他的第一次出征中取得的战绩。当霍去病带着俘虏和2000多颗人头回到卫青大营时，整个汉军都沸腾了。卫青看着这个浑身是血却眼神亮得吓人的外甥，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知道一个军神诞生了。战报传回长安，汉武帝刘彻从龙椅上跳了起来。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终于等到了一把能把雄心壮志变成现实的利刃。班师回朝那一天，长安城万人空巷，汉武帝亲自出城迎接。他看着那个骑在马上意气风发的少年，当众宣布以票姚校尉去病斩首虏2000余级，封为冠军侯，勇冠3军。17岁的霍去病成了大汉王朝最年轻也最耀眼的侯爷。当他从皇帝手中接过那方沉甸甸的侯印时，脸上没有丝毫焦劲，只是平静的谢恩，然后把目光再次投向北方。所有人都以为这已经是他人生的巅峰，但他自己知道，这只是开始。漠南的草原太小了，他的征途是更遥远的河西，是那片被白雪覆盖的祁连山，是传说中匈奴人祭天的地方狼居胥山。少年的眼中燃烧着不灭的火焰，他要用敌人的鲜血为自己加冕。那顶真正的冠冕不在长安，而在大漠深处。19岁的少年被赋予了收复河西走廊的重任，这在常人看来是九死一生，在他看来是期待已久的狩猎。公元前121年的春天，当长安的柳絮还在飞扬时，1万名汉军骑兵已经集结在陇西的边塞，他们的统帅是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这一次，他不再是舅舅卫青羽翼下的偏将，汉武帝给了他一支独立的军队，给了他一个明确却又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打通河西走廊。请把目光投向地图。河西走廊是一条夹在祁连山和戈壁之间的狭长通道，是匈奴最富庶的领地，是他们控制西域、威胁长安的咽喉要道。这里盘踞着浑邪王和修图王，兵强马壮，空闲10万。更可怕的是，这里的地形1000多里的狭长地带，无险可守，补给线极易被切断。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支汉军敢于孤军深入这片死亡走廊。但是霍去病敢，他不仅敢，而且用一种让所有匈奴人都无法理解的近乎疯狂的方式杀了进去。3月，大军出征，没有步兵，没有辎重车队，只有1万名全副武装的轻骑兵。他们像一把烧红的刀子，瞬间切进了冰冷的黄油。霍去病的战术只有一个字：快，快到让敌人来不及反应，快到让自己的后勤都跟不上。他根本没打算依赖后方补给。他告诉士兵们，粮食就在敌人的帐篷里，清水就在敌人的水井里，因粮于敌，抢敌人的吃。这是一种极度冒险的战术。他把士兵的求生欲和战斗欲彻底捆绑在了一起，不杀敌就得饿死。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1万铁骑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狂奔，马蹄卷起的黄沙遮蔽了天空，骑士们的脸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只有眼睛在头盔下闪烁着狼一样的光芒。戈壁的烈日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充满了干燥和死亡的气息。他们无视了所有沿途的小部落，无视了那些可以轻易抢劫的牛羊。霍去病的目标只有一个：敌人的心脏。史书记载，霍去病转战6日，过燕之山1000有余里，6天1000多里。这意味着他们每天要在几乎没道路的戈壁上急行军近200里，这已经超越了人类和马匹的生理极限。当这支如同天降神兵般的汉军突然出现在胭脂山下时，驻扎在这里的匈奴人彻底懵了。胭脂山是匈奴的圣山之一，水草丰美，是匈奴女人们采摘胭脂花的地方。匈奴人做梦也想不到汉军能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穿越几百里无人区，直插他们的腹地。没有预警，没有抵抗，
汉军的马刀像砍瓜切菜一样收割着还在睡梦中的匈奴士兵的生命。折兰王被当场斩杀，卢胡王被乱刀砍死，匈奴王子和贵族被俘虏了100多人，整个胭脂山血流成河。但霍去病的脚步没有停下，他甚至没有时间打扫战场，他像最高明的猎手，一击得手，立刻转向下一个目标。他找的是修图王。修图王是河西匈奴的宗教领袖，手里握着匈奴人最神圣的宝物祭天金人，一尊巨大的黄金铸造的神像。匈奴人相信他们的神灵就附着在这尊金人之上。霍去病带着骑兵再次狂奔，当他们像旋风一样冲进修图王的王庭时，修图王本人已经吓破了胆，带着残兵仓皇逃窜，但他没来得及带走那尊金人。镜头必须给一个特写，在那座充满了牛羊膻味的大帐里，霍去病骑在马上，冷冷地看着眼前那尊比人还高的黄金神像。神像在火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霍去病没有丝毫敬畏，他拔出战刀向前一指，几名汉军士兵冲上去，用绳索套住金人的脖子，用力一拉，轰然倒地，黄金的冠冕滚落在尘土里，沾满了血污。这个画面对于匈奴人的心理打击是毁灭性的，比斩杀1万名士兵、抢走10万头牛羊都要沉重。他在向所有匈奴人宣告：你们的神死了，你们的神也打不过我。神权的崩塌直接导致了信仰的崩溃。此战霍去病大获全胜，斩首虏8960级，缴获修图王祭天金人。当战报和那尊巨大的黄金神像一起被送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再次为之疯狂，他下令将那尊金人供奉在甘泉宫，让文武百官来观看，这就是匈奴人的神，如今成了我大汉的战利品。而对于那个19岁的少年，汉武帝给予无以复加的赏赐，黄金万两，美女成群，但霍去病看都没看。他站在地图前，手指划过那条依然被匈奴人占据的漫长河西走廊，眼睛里燃烧着更炽热的火焰。春天过去了，夏天还会远吗？他要的不是一座金人，不是一场胜利，他要的是整个河西，是匈奴人的彻底臣服。这个19岁的少年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将军，他变成了匈奴人心中无法战胜的东方修罗。同年夏天，当祁连山的雪水开始融化滋润草原时，汉军的铁蹄再次踏碎了宁静。春季攻势的创伤还未愈合，匈奴人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煞星竟然又来了。这一次，汉武帝给了霍去病更大的兵权，他与何其侯公孙敖分兵2路，约定从不同方向夹击河西。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公孙敖又迷路了。这位汉军中有名的路痴在茫茫戈壁中转了几个圈，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到。本该是2路夹击的前行攻势，再次变成了霍去病的孤军深入。但他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猪队友模式，没有援军反而更自由。这一次霍去病的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大胆，穿过整个河西走廊，直捣匈奴在西方的统治核心祁连山。他从北地郡率领数万精骑出发，再次上演他那一套不讲道理的闪电战。他们涉水渡过波涛汹涌的居延海，穿越了数百里飞鸟绝迹的沙漠。镜头必须给到渡河的瞬间，数万汉军骑兵人衔美马裹蹄，在寂静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趟过冰冷的河水。月光照在他们湿漉漉的铠甲上，反射出森然的寒光。他们的眼中没有一丝疲惫，只有即将见到猎物的兴奋。当这支神兵再次出现在祁连山下时，浑邪王和修图王彻底崩溃了。他们想不通这个人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不需要吃饭吗？他的马不会累吗？他是天神还是恶鬼，决战在祁连山脚下爆发。这次不再是春季攻势时的突袭，而是2支主力军团的正面硬汉。霍去病身先士卒，像一把烧红的锥子，狠狠扎进匈奴人的阵型。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双方在广阔的草原上反复对冲切割绞杀。战至最酣处，霍去病杀红了眼，甚至脱离亲兵的护卫单骑冲入敌阵。
连斩数名匈奴细将主帅，不要命的打法彻底点燃了汉军的血性。将士们看着那个在万军丛中往来冲杀的年轻身影，全都疯了。冠军侯无敌杀士气，在这一刻压倒一切。匈奴人怕了，他们可以不怕死，但他们害怕打起仗来连命都不要的疯子。阵线开始松动，然后是溃败。此战，霍去病与单于兵接，大破匈奴，斩首3万余级，俘虏匈奴王、王母、单于可氏王子59人。祁连山归汉了，消息传回匈奴王庭，单于医治邪气的差点吐血。河西走廊这个匈奴帝国的钱袋子和右臂，就这样被一个19岁的毛头小子在短短几个月内彻底打残了。单于决定召回浑邪王和修图王问罪，两人接到命令，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太了解单于的脾气了，回去也是死路一条。走投无路之下，浑邪王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投降。他带着麾下4万民众向汉朝投降。这意味着大汉不仅在军事上占领了河西，更在政治上彻底瓦解了匈奴在西方的统治根基。但是接受4万人的投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4万人里有牧民，有妇孺，更有数万空闲之士。一旦在投降过程中哗变，对负责受降的汉军来说将是巨大的灾难。这个最危险也最光荣的任务再次落到了霍去病肩上。秋风萧瑟，黄河岸边，霍去病率领1万汉军与浑邪王约在黄河边上举行受降仪式。那是一个极其紧张的场面。4万匈奴人黑压压一片，像乌云笼罩在草原上。他们虽然放下了武器，但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和警惕。而霍去病这边只有1万汉军严阵以待。就在浑邪王带着贵族们准备上前拜见霍去病时，异变突生匈奴后阵突然发生了骚乱，有8000名修图王的部下不愿意投降，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开始鼓噪，甚至有人重新拿起了武器，企图逃跑。骚乱像瘟疫一样蔓延，整个4万人的降军都开始躁动。汉军这边也紧张到了极点，弓上弦刀出鞘，一场血腥火并一触即发。如果处理不好，这4万降众就会变成4万暴徒，把1万汉军撕得粉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霍去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毕生难忘的举动。他没有下令攻击，也没有后退，他一个人一匹马单骑冲向那片正在发生骚乱的黑压压的匈奴大营。请你闭上眼想象那个画面，一个19岁的少年独自一人，像一颗逆行的流星冲向由4万名桀骜不驯的草原战士组成的混乱海洋。他身后是1万名目瞪口呆的汉军将士，面前是数万把随时可能向他砍来的弯刀。这是何等的胆气，何等的霸气！霍去病进入乱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他看到了那几个正在煽动叛乱的匈奴头领，没有废话，手起刀落，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冲天而起。他勒住马，站在尸体中间，用冰冷的眼神扫视那些被吓傻了的匈奴士兵。整个营地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个少年的杀气震慑住了，仿佛看到了天神下凡，骚乱平息了。那4万匈奴人像一群被驯服的野狼，乖乖放下武器，跪倒在地。霍去病用最原始、最暴力也最有效的方式镇住了场面。他告诉了所有人一个道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第3条路。受降仪式顺利完成，4万匈奴人被迁往内地安置。从此，河西走廊第一次也是永远的被纳入了中华版图。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丝绸之路就此打通。当消息传回匈奴王庭时，整个草原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匈奴人唱起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6处不翻稀，使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歌声里充满了国破家亡的凄凉，但对于那个19岁的少年来说，这一切依然只是一个开始。他的目光已经越过河西，越过祁连山，投向了更遥远、更寒冷的北方。那里是匈奴单于的王庭，是匈奴帝国的龙城。
他要去下一个地方叫狼居胥山，他要在那里完成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帝国双臂大将军卫青与闰骑将军霍去病最后的联手，也是对匈奴帝国发起的总决战。整个大汉王朝像一架上满发条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14万匹战马被征集，几十万步兵整装待发，粮草辎重绵延数百里。汉武帝的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摧毁匈奴主力，犁庭扫穴，永绝后患。这一次，21岁的霍去病不再偏师，他成了与舅舅卫青并驾齐驱的主帅。根据原定计划，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两路大军的目标都是寻找并歼灭匈奴单于的主力。然而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匈奴单于伊稚协听说霍去病要来，吓破了胆，带着主力部队连夜向西逃窜，正好撞上了卫青的大军。而霍去病这边面对的却是实力稍弱的左贤王部，这似乎是一次不公平的分配。但对于霍去病来说，猎物的大小从来不是问题。他率领5万精锐骑兵从代郡出发，一头扎进了那片比河西走廊更荒凉、更广阔的漠北。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远征。镜头拉开，你看到的是一片真正的死亡瀚海，没有绿洲，没有河流，只有无边无际的戈壁和沙漠。白天烈日炙烤，连空气都在扭曲；夜晚气温骤降，寒风刺骨。5万汉军骑兵像一滴墨水滴进了一张巨大的灰黄色宣纸上，但霍去病的字典里依然没有迷路和恐惧。他像一头嗅觉最灵敏的猎鹰，精准地捕捉着左贤王逃窜的踪迹，深入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这是一个让后世所有军事家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距离。这意味着霍去病已经彻底切断了自己的后路。他的身后是上千里的无人区，他把自己的5万大军置于不胜则亡的绝境。这种疯狂的赌徒式打法只有一个目的：逼迫敌人与他决战。左贤王被逼得无路可逃，他没想到这个汉人将军竟然比草原上的狼还要执着，还要疯狂。决战爆发了，在漠北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5万汉军骑兵与左贤王的主力军团展开了最后的厮杀。此时的汉军早已不是当年畏惧匈奴铁蹄的步兵，经过10几年的磨砺，他们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骑兵军团，骑着最快的马，用着最锋利的环手刀，以一种匈奴人最熟悉却又比匈奴人更凶狠的方式发起冲锋。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左贤王部被彻底击溃，斩首虏70443级，得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7万颗头颅。这是一次歼灭战。左贤王和他麾下的所有贵族将领被一网打尽。匈奴帝国的东部势力在这一战中被彻底打残。霍去病没有停下来，他带着军队一路追杀，一直追到了一座山下。这座山在匈奴的语言里叫狼居胥山，就是今天蒙古国的肯特山。这是匈奴的圣山，是他们祭祀长生天的神圣之地。霍去病勒住马，看着眼前这座并不算高耸却充满了原始与神圣气息的山峰，他的眼中没有一个征服者应有的狂喜，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他下了一个命令，一个让所有随军将士热血沸腾、永生难忘的命令：击土为坛，祭告天地。镜头必须给一个特写，在那苍茫的漠北草原上，在那座属于敌人的圣山之巅，5万名浑身浴血的汉军将士用手中的兵器，用敌人的尸骨堆起了一座简陋的祭坛。霍去病走上祭坛，他脱下头盔，露出那张依然年轻却写满了沧桑的脸。他没有祭拜匈奴的神，他祭拜的是汉家的天地，是那些长眠于此的无数汉军将士的英灵。这一拜不仅仅是告慰亡灵，这是一种宣告，一种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最高形式的宣告。你的神山现在是我的祭坛，你的草原现在是我的牧场。从今往后，这片土地的规矩由我来定。这就是封狼居胥。
这4个字从此成为中华武将一生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一座无法被超越的丰碑。几天之后，霍去病并没有班师回朝，他还想走得更远。他率领军队继续向北，一直打到了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湖边。那片湖在当时被称为瀚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那是当时汉人所能想象到的世界的尽头。霍去病骑在马上，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像大海一样辽阔的湖水。湖水是蓝色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湖底的卵石。西伯利亚的冷风吹来，吹动着他战袍的下摆。他在想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或许他在想那个远在长安一手提拔了他的姨父皇帝。或许他在想那个在马厩旁生下他、给了他生命的卑微母亲。或许他只是在享受这片刻的宁静，享受一个战士在完成使命后那巨大的空虚与疲惫。他的一生都在战斗，都在奔跑。从17岁到21岁，他把一个正常将军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功业压缩在了短短的4年里。他像一颗被用力投掷出去的石子，以惊人的速度划破天空，掀起万丈波澜。现在他飞到了最高点，身后是烟尘滚滚的来时路，面前是浩瀚无垠的未知。他俯瞰着这片被他征服的土地，眼神里没有骄傲，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对手了。漠北之战以汉军的完胜告终，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匈奴的主力被彻底摧毁，从此再也无力与汉朝进行大规模对抗，只能向更遥远的北方和西方迁徙。汉武帝实现了毕生的梦想。班师回朝那一天，长安城再次沸腾。汉武帝为霍去病设立了大司马，职位与大将军卫青平起平坐。那一年，霍去病21岁，他站在权力的巅峰，荣耀的顶端，拥有了这个时代一个年轻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战功、爵位、财富、声望。所有人都以为一个新的、更辉煌的传奇才刚刚开始，没有人知道，那颗划破天际的流星已经燃烧到了最亮的一刻，接下来就是无可避免的陨落。惠及必伤，情深不寿。也许是上天觉得他完成的任务太出色，急着把他召回天庭；又或许那颗像烈火一样燃烧的灵魂，注定无法在平淡的人间停留太久。漠北之战后，霍去病的人生似乎只剩下一件事，等待下一场战争。但匈奴已经远遁，边境迎来了久违的和平。那匹习惯了在刀光剑影中奔跑的战马，突然被关进了温暖舒适的马厩里。对于一个战士来说，没有战争或许比战败更痛苦。就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像一道闪电照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那个隐藏在军神光环之下的有血有肉的冲动而跋扈的青年。事件的起因与另一个人有关，李敢。李敢是飞将军李广的儿子。在漠北之战中，李广因为迷路未能参与主力决战，最后引咎自杀，而李敢则跟随霍去病作战，立下了战功。回到长安后，李敢心中憋着一股火，他觉得父亲的死都是因为大将军卫青指挥不当，故意排挤。在一个晚上，喝醉了的李敢冲进大将军府，一拳打伤了卫青。卫青作为当朝第一人，又是霍去病的舅舅，竟然选择了息事宁人，把这件事压了下来，没有声张。但这件事传到了霍去病耳朵里。霍去病是什么性格？他是一个极度纯粹、极度骄傲的人。他的世界里非黑即白，在他看来，我舅舅卫青是大汉的英雄，是我的亲人。你李敢有什么资格动手？你爹迷路，关我舅舅什么事儿？他怒了，但他没有去找李敢单挑，也没有去告御状。他用了一种最霍去病也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不久之后，汉武帝在甘泉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狩猎活动，文武百官包括卫青、霍去病、李敢都在场。就在狩猎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霍去病看到了正在不远处追逐猎物的李敢，没有任何犹豫。霍去病摘下背上的弓，搭上一支箭，一声弦响，李敢应声落马，当场毙命。整个猎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吓傻了，因为这一箭不是误伤，
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公然射杀一名有功的列侯，这是蔑视法度，这是大罪。但是汉武帝是怎么处理的？他看着那个手持长弓、眼神冰冷的少年，沉默了很久，最后缓缓地对身边的人说：“算了。”就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皇帝亲自为他撒谎，为他掩盖这件事儿，充分暴露了霍去病性格中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他护短、冲动，甚至有些无法无天，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爱憎分明，快意恩仇。他可以为了国家把自己扔在漠北的荒原上，他也可以为了亲人把别人的命当着皇帝的面随手取走。这才是真实的霍去病，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光芒万丈却也棱角分明的绝世麒麟儿。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被皇帝偏爱到极致的年轻人将要开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更辉煌时代时，命运的剧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情地翻到了最后一页。公元前117年，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却重如千钧。胆启将军去病赶，那个曾经让整个匈奴帝国闻风丧胆的少年，那个曾经在狼居胥山祭天，在瀚海边饮马的军神，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死了。年仅24岁，怎么死的？史书上只写了一个字：病。但一个能6天转战千里，能在冰天雪地里赤膊上阵的年轻人，怎么会突然病死？后世有无数种猜测。有人说是长期的超负荷奔袭透支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身体像一把被拉满的弓弦断了。有人说是漠北之战中感染了匈奴军中流行的瘟疫，甚至还有人阴谋论说他是被政敌毒害的。但无论真相如何，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颗曾经照亮了整个大汉夜空的将星陨落了。消息传到汉武帝耳中，这位已经年过半百的皇帝当场痛哭失声。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外省一个将军，他失去的是他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是他那把最锋利的、足以刺穿一切的剑。霍去病的葬礼是空前的，汉武帝下令调遣边境5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城一直排列到他的墓地茂陵。那是一条由无数身穿黑甲、手持长戈的士兵组成的沉默的送葬之路。汉武帝还下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命令，为种相祁连山把霍去病的坟墓修建成祁连山的形状。这位皇帝用一种最浪漫也最悲壮的方式，满足了这位少年将军最后的心愿。你不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吗？那朕就把你一生中最光荣的战场搬到长安来，作为你永远的家，让你在这座模拟的祁连山下枕戈待旦，守护着你用生命换来的那片土地。霍去病的一生太短了，短得像一道夏日的闪电，瞬间划破夜空，然后消失不见。但他留下的光芒却足以照耀千古。祁连山的雪依旧在下，覆盖着那片曾经水草丰美的牧场。漠北的风依然在吹，卷起狼居胥山顶的尘土。但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再也没有回来。霍去病的一生像一首没有结尾的史诗，在高潮处戛然而止。这或许是一种残忍，但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因为死亡将他永远定格在了24岁。他没有经历暮年的衰老，没有经历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猜忌，更没有经历卫青晚年那种被外戚排挤的憋屈。他的生命里没有如果，只有纯粹得不掺一丝杂质的胜利。他的一生就是为了封狼居胥这4个字而来。当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上天便迫不及待地收回了这件过于完美的神器。所以当我们今天提起霍去病时，脑海中浮现的永远是那个骑在马上眼神如火的少年将军。他不再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图腾。他是中华民族骨子里那种最原始、最强悍的尚武精神的化身。他告诉后世，面对强敌，妥协与和亲换不来和平，唯有以战止战。面对质疑，言语的辩解是无力的，唯有工业是最好的证明。面对人生，与其在蹉跎中老去，不如在燃烧中化为永恒的光。汉武帝之后，大汉的国威依然延续了数百年。
当陈汤在西域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时，他的底气来自卫青和霍去病打下的赫赫威名。当班超投笔从戎，再次封定远侯时，他的榜样就是那个17岁就封侯拜将的少年。霍去病像一颗启明星，永远悬挂在每一个华夏热血男儿的心中。他用短暂的一生为这个民族注入了一种永不服输的骄傲的灵魂。好了，朋友们，这个关于少年热血与荣耀的故事终于讲完了。金戈铁马的喧嚣终将远去，留下的只有历史长河中那颗最亮的星。那个曾经在漠北荒原上策马狂奔的身影，如今正静静地躺在茂陵旁边，枕着那座酷似祁连山的坟冢，做着一个长达2000年的梦。或许在他的梦里，他依然是那个17岁的少年，正带着他的800骁骑，第一次踏入那片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广袤草原。夜已经很深了，请放下这份激荡人心的豪情，让心跳慢慢平复下来。此刻的你不需要去面对匈奴的铁蹄，不需要在冰冷的戈壁上安营扎寨，你正躺在安全舒适的床上，窗外是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深吸一口气，感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愿你在今夜能拥有那个少年般的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也愿你能拥有一个安稳的不受惊扰的梦境。晚安，冠军侯，晚安，听故事的你。现在我想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如果给你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跟随霍去病打哪一场仗？是800骑夜袭匈奴王庭，还是封狼居胥的漠北远征？或者你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不服就干的少年？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中念出你的故事。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我们下一期继续聊那些被历史尘封的猛人。晚安。